你申请的是大健康基金，你搞几个影片研发楼，这盖楼又不是研发，不适应申请我们的支持项目啊。哎，领导，我跟您汇报的我们这个中草药孵化基地，那是我们产业园非常小的一部分。领导，你看那边正建的那栋楼，啊，那我们准备引进一流的体检医院、上市公司，5年之内3甲医院就开进来，3甲医院之外的治胃病和康复就在我们这里完成。领导，这就是我们大健康的规划。哎，刘老板，你一说就是5年后、10年后的，钱到了谁都会打酒，但是就这么多钱，我们总要给已经有投入的人。哎呀，现在这里光秃秃的一个工厂区，你的诚意呢？秘书长、主任，任新正，你们知道吗？中医大的任教授，对，当然知道啊。我家老爷子看病啊，就找他。哦，那任教授那可是我们江州市的一面旗帜啊，在全国都是很有声望的。任教授就是我们产业园最大的诚意。大健康产业主要的是人才的培养，人才培养一定要教育先行。各位领导都知道，只要有任教授在这里坐镇，他有一套完整的教育蓝图，他的学校一开，人才一出，我这个大健康的产业园，那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？人现在在这儿吗？对呀，他已经辞职出来支持我创业，天天带着学生吃住都在我这儿呢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我们家老爷子前2天还在叨叨着说啊，任教授不出诊了，中医、附院内科啊，这个任教授牌子都摘了。哎呦，没想到啊，在这里找到他了。走，去看看任教授去。你这儿恐怕以后要门庭若市啊。任教授，哎呦，快看谁来了！任教授，祝贺师承班开课。谢谢。任大教授啊，还记得我吗？哎呦，我记人不成。那你一定记得我的父亲吧？就是那个总是耳鸣的曹老爷子，曹芳华。您把他的耳鸣给治好了，我陪家父去过您那儿3、5次呢。是，我这个门诊啊，病人太多了，所以我理解。政府这次下发的，重点支持的项目里啊，有相当的部分是拨给教育的。任教授这次的师承班完全可以申请政府补助啊。对，所以啊，我们请来了那个夏主任，还有基金会的曹秘书长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意向啊。我申请了，没批。所以我们这现场办公啊，您的面子太大了，肯定会批的。是。不知道任教授师承班的规划，是什么样的？没有规划，走一步说一步吧。中医师承断了很多年了，所以摸着石头过河，走一步说一步。这个任教授啊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谦虚，一辈子在中医领域里教书看病，所以啊，他早有胸有成竹了。没有，没有各级领导的帮助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这样吧，咱们选日不如撞日，咱们请教授给把脉好不好？好啊。好。今天不行，我马上要给学生们去上课了。等哪天我不上课的时候，各位领导再来吧。那下次我们不一定有时间了。人如果有需求的话，什么时候都有时间。那我们还是不要有这样的需求了吧？领导身体都是健康的，咱们搭个平安脉，来。那我就不送各位了啊！如果大家愿意听我的课，我也欢迎啊，兴许以后还能用得着。那今天上的是什么课啊？脑梗、心梗、癫痫，
脱症亡阳之类的中医急救办法。在我们讲中医的急救之前，我要想问问同学们，我们中医人的眼是什么？谁知道？阴阳。对，说对了，阴阳。那么怎么能够分辨阴阳呢？完了，又回到玄学了。不是玄学，分辨很简单，因为我们人在直立行走之前都是趴着的。那么背朝阳光的地方就是阳，背冲地面的地方就是阴。我们人体有三阴三阳，太阳、少阳、阳明，太阴、厥阴、少阴，互为表里关系。那么什么是表里呢？外行一听，哇，糊涂了。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同学们看啊，这一面为表，那么反之为里。阳明经为表，太阴经为里，少阳经为表，那么反之厥阴经为里，太阳经为表，少阴经为里，非常非常的方便，大家听明白了吗？头头，头头，吃饭。哎，爸。同学们别笑啊！头头今天能够坐在这里，而且睡着了，并且入神了，大家知道吗？中国的遣词造句是很有学问的，因为人的身体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形，再一部分就是神。我发现啊，有些同学虽然坐在了教室里，但是神已经走了，他一直在这刷手机。我觉得这样还不如头头呢，头头至少是睡觉入神了。所以我真希望同学们珍惜在课堂上的学习，听不进去可以睡觉。觉又通觉，通觉，觉悟、觉醒。睡觉，我觉得总比刷手机强吧。说不定通过睡觉，我们班还能出个觉悟者。你说？上厕所。去。怎么还不来呀？这都等多久了？啊，不饿呀？锤哥，别老是板着脸，人老是板着脸，对身体不好，是不是啊？你别跟你爸一样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说你爸出去看诊，会不会把小朋友吓哭啊？肯定会吧。你妈每天看你爹那样，那一点胃口，我就说我们的啦。别着急。石头啊，刚才点外卖就你最麻烦了，一会儿这个食材好，厨子不好；一会儿口味好，油不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送过的外卖怎么说也有4位数了，不是我吹，就这些外卖，动动鼻子都知道是哪一家送的。我跟你说的不好吃，但是你别点了，就是有问题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口说无凭。我们把你除了打枪的那几家店之外，附近销量最好的几家店的菜都点了。
你来试吃。你要是觉得 OK，那我们以后就可以放心点餐了。试吃，就是所有菜我都能吃。当然。我准备好了。那就开始吧。 Get ready, go！ 用公筷，你这都尝一遍了，待会儿别人怎么吃啊？事儿怎么那么多呀？你我家行了吗？这是你家水稻南吧？他们家主要是做川菜，但现在为了变成江浙人的口味，做的甜不甜、辣不辣的。这家别点啊，越来越不好吃了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就不用开了。你刚才提着袋进来的时候就闻着味儿，这是我最爱的那家，农家小炒家的肥肠臭豆腐。你看，你看这里面加了蚕豆跟花椒的胡椒。我说是谁呢？果然是你，3米地都能闻到味儿。来，下一个。这是我的。这个。行啊，你捧谁啊？小川日料，这么贵的店也能点。我们每天吃这个能吃得了吗？鸡蛋卷你也吃得出来？你不是送外卖的吧？在哪里的？你是专门给米其林写食评的吧？下一个呀。到底行不行啊？这有点奇怪。酒香草头跟二锅头跟米酒混着炒的，只能是路口上那家银杏小店，对不对？但这个火候跟口感都不太对，是他们家吗？头疼，我太佩服你了，他家确实换厨师了。原来那个胖大厨自己开店去了，现在接手是那个小徒弟。啊，我知道，那个寿林侯，他每次炒的菜火候都差点意思。哦，对。像银杏小楼这样的店，你怎么能吃得起呢？哎，咱们上次送来的外卖，送过来的时候餐盒就被捅破了。我就说是那个外卖员弄的，你们还不信？你们外卖员是不是对得起的？你有病啊你，同学！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外卖小哥是不是？我没有看不起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臭二科医生，你以为你赚的钱比我多吗？你小心，你别摔了！给我过来！就你赚这点钱，我挣的比你多多了。高兴了，骂人不带切短的。头头，这些都是你送外卖的时候学的吗？我每天送外卖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啊？头头，我服气了。哎，以后点外卖就听你的了。哎，这是你们谁的菜啊？怎么没人领啊？儿子，直接吧，真讲究啊。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要管好自己的嘴，就能多活几年。你妈骂我呢。你知道一次性餐具是怎么制作的吗？你知道有的一次性餐具是用双氧水漂白的吗？你知道你手上的一次性餐具可能是过期的，带有大肠杆菌和肝炎病毒的吗？你那筷子头上有霉斑，刚才已经被你咽下去了。行，你别说了，行吗？你妈刚才都说了，祸从口出，不说话不说话，让咱多活2年。流里流气成什么样子？你看这个怎么来？和它一样，多不卫生。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。哎，
我一看你我就知道，你肯定就是秀气，也没什么吃过苦，吃饭这么娇气，啊，早就被饿死了。你就得又快又香，这样才吃得饱，知不知道？你要吃不完，我帮你分担呀。你看吃。头头啊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？你看我都是剥出来吃的，你要不嫌弃的话，你吃我这个。我来了。谢谢大神。古代有一个神兽叫饕餮，口比腮大，吃饭是一口吞。之前啊，我一直以为是公的，直到遇到了头头。知不知道反派都死于话多？哎，朋友们，今天我帮大家测评了所有的菜，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小春日料。如果我们以后每天吃小春，我双手双脚赞成。你们呢？没钱勿念。不是你这样，吃点好的你说没钱，那不好的食材又不新鲜，怎么的？大家不吃了？那咱们选性价比高的呗。好在这几家店都不是地沟油，食材差点吧。我赞同，现在外卖不都那样吗？你又进不去人家厨房，能吃饱就行。这儿太香了，能点到外卖就不错，咱就能吃就行。那怎么行呢？明知道不好，为什么要消费？这不是助长了那种以次充好的风气吗？绝不将就。漂亮，彭大侠，彭大侠。哎，以后要不然让彭师爷当我们班长吧，行吗？行吗？等会儿，不是吃饭吗？怎么就当上班长了？聊吃饭的事儿。吃饭的事儿。要不这样吧，之后我给大家做饭，行吗？你会做饭？我当然会做饭了。要不是因为我大侄子让我来当什么传承人，我现在肯定是大厨。真的。好啊，咱们师承班明天的伙食由头头来负责，怎么样？啊？我点一个鱼香肉丝。行，鱼香肉丝行。头头，我能要一个红烧牛肉吗？可以啊，班长拿纸笔记一下，大家要吃什么都让班长记一下。你想吃点什么呀？豪华二头鲍鱼扣花椒。豪华二头，这什么鬼啊？小心我人参苗啊！陈老师，任大教授，这么多年，我弄坏过你一件宝贝吗？我要连人参苗和杂草都分不清楚，那不就成孙头头了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要不你自己来呢？我知道，你在拐弯抹角的说孙头头。我没拐弯抹角，我这不直接说的吗？孙头头呢，跟咱们不一样，他没有你这么好的家庭环境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知书达理，也没人教他什么是礼仪呀，什么是优雅呀。其实这些都应该是在家庭教育当中完成。哎，现在都交给师傅了。你别说，他对味觉、嗅觉有特殊的敏感。我感觉做中医应该行。你感觉行？对孙头头啊，有点耐心啊。我不是对他没耐心，而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。哎，你说就吴善道把这么个小丫头领过来，往咱们面前一杵，
那辈分还那么大，我从小到大就没见识过这种人，你让我怎么认啊？你要相信教化的力量啊！这刚刚开始，来日方长呢。假设真有一天，他做不了传承人，当不了医生，那他也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，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培养了一个懂礼貌、善持家的好媳妇儿吗？这不是也是功德吗？好媳妇儿，就她那样，你说谁家敢娶她呀？又瞎说呢！马上清明祭祀了，他的衣裙给他准备好啊。说归说，该做的我一样都不会落的。我已经让彭世燕去统计他们的尺码。哎，说起这个来了，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。这么多的人吃穿用度，总得用钱吧？是。那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你这些盆儿里面长出来的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你能去找赞助吗？那回回都是从自个儿口袋里边掏钱，谁也受不了啊。功不唐捐。哎，做好人做好事，不要挂在嘴边上。哪天咱们家真的揭不开锅了，你再告诉我。不用哪天，就现在。揭不开锅了。我。哎，那哥们儿上课的时候蔫了吧唧，你看出来，跟打了鸡血似的。除了学习，干什么都行。那他干嘛来师生班啊？那你问他呀。行。周哥，问你个事儿啊，你既然这么不爱学习，干嘛来师生班啊？这样拿人手短，知不知道？人给工资了，让我学中医就学中医，让我做饭就做饭。嚯，你这厨子学医哈，跨行跨得挺远的啊。关你屁事！我先声明一下啊，需要什么拿什么，清单以外的我不会付钱的。那省下来的钱总可以买零食吧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买零食花不了多少钱。清单上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，就行了。二位你们好，打扰一下，我是在这附近开店创业的，然后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？这是什么店？是我的店，美甲店。行，行啊。加上了。好的，谢谢。没事。哎，你这是什么人微信都敢加呀？你知道你这一扫，他完全可以把你的个人信息账户全都窃取，然后把你的钱都转走，你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。不是这个巧了，第一，我账户里没钱；这第二，就那萌妹子，要是劫色的话，谁吃亏还不一定，对吧？兄，刚才还好好的呢，这怎么了？起来，肚子疼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姑娘，你是腹部疼还是胃疼啊？就是肚子疼，我今天拉肚子，中午没吃饭。他这是太阴病。什么病？太阴病。你今天来例假了吗？那你是不是平时喜欢吃冰的和凉的东西？要不要叫救护车呀？等一会儿。应该是例假来了，又没吃饭，有点低血糖。现在打不打110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不要先叫个救护车？能不能给我拿点红糖水来？可能是低血糖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几个都是医院的医生。啊。山道，师兄啊，你是不是清明准备带孩子们去花峰啊？还缺什么吗？什么都不缺了，迎来会准备好的。你去吗？哦，我呀有几个会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不过啊，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，那几天可都是有雨啊，所以你得准备好雨衣跟套鞋，那儿的路况是一塌糊涂。你提的非常好，我会告诉你们来的。
哎，我说林兰在你身边吗？没在，她忙呢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说。你就不想出来散个步吗？有事儿啊？嘿，老任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。小百灵儿，你说巧不巧？我今天看门诊遇到一个外地病人，他说啊，他们那儿来了一个仙人，而且还是那个仙人把他推荐到我这儿来的。这跟小百灵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猜那个仙人就是小百灵。我已经打听过他的这个相貌跟年纪，8、9不离10啊。而且根据那个病人描述他讲话的那个样子，应该是科班出身，不是山野派。还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地方，那仙人的住处啊，就在华峰山边上。所以我大胆猜测，这仙人就是小白脸。他心里应该还想着你，知道你年年都会去。怎么样？心痒了吧？我跟你说呀，你过会儿这个里面加点酸奶，更好喝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猴哥，要说会吃还是你会吃啊？啊？哎，我准备一会儿把这个水果好好弄，拿给我们大学霸巴结巴结他，让他把他的那些笔记啊什么的拿给我们复印分享一下。瑞贝卡，锻炼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刚好给你准备了美味可口的水果酪，给。我减肥。哎，这是无蔗糖的酸奶，绝不影响你的减肥大业。来，我不吃水果。哦，那你这个有点特殊，但我记住了。你的笔记记得特别完整，果然啊，律师就是条理清晰。不如这样，把你的笔记借给同学复印分享一下，怎么样？为什么？查漏补缺，共同进步啊！不行，我上课好好听讲，努力记笔记，你们没有，你们凭什么免费享用我的劳动成果？你咋的跟我小学女同桌一样啊？这儿也没有末尾淘汰制，分享一下又怎么了？虽然没有末尾淘汰制，但是有优劣之分。我努力了，我有那个能力，我就是优秀的。反之，努力的人跟不努力的人结果是一样，这是不公平的。哎呀妈呀！感情你这辈子就不需要别人帮助了是吧？好，好。太好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散步。你散步不叫着我，一块儿的。你散步我打拳，多好啊！孙头头，我的水煮芥蓝呢？摆出去了呀。我说过的，我只吃水煮的。不是，芥蓝入口会比较涩啊，加一点肉香跟蒜香味会更好吃。行啊，热贝卡，只吃黄瓜呀？你是兔子！
这么多菜啊！来了！哎，最后一菜啊！头头，这全都是你做的？当然是我做的，真不错。大侄子，尝尝你点的鱼香肉丝。你吃啊，像面呐。还行。没了。没了。头头，你任老师“还行”这2个字就是最高评价了。这意思啊？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不好吃呢。哎，大家快吃快吃啊！夸人。开动吧。尝尝。对了，侄子，大侄子，我们今天下午在一个超市，看一女孩肚子疼，疼得直不起腰了。我说，上去咔咔2针，好了。真神奇！我今天是相信扎针了。是吗？儿子，说说你的逛游世纪啊。妈没有。哎，谦虚。宋老师是这样，今天呢，我给那女孩把了脉，根据她的脉象看，再加上她拉肚子，我判断她是太阴病。天真和实验认为她1天没吃东西了，血糖低，所以有眩晕。我估计那小女孩的生理期快到了。那你是怎么给她治的？我给她扎了鱼际内关和合谷，在摸脉的时候已经平和了，估计没事。真神奇，扎了一下，立马就活蹦乱跳了，真的就是这么快。这女孩人在哪儿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她没事，我们没留她联系方式。你们都没留吗？没有。快去找啊！上哪儿找啊？我知道，在那个超市后面那个小巷子里，子木街7号。手机号我发群里。不是，哎，你们不知道？胡哥，你怎么知道他地址的？我扫了2维码。喝点水吗？爸，妈，人没事了，就是单侧输卵管切除。4岁摸脉，7岁更医，学了20年，20年的医，你到底学到哪儿去了？这是。任师啊，我们也没看出来那女孩那么小，谁能想到她能过来？我没问你，如果今天这个女孩没救回来的话，你就是合法实证杀人。丽娟，你先回去吧。应该是这个。设备看，这喜欢的娃娃也是够独特的。不是，这不是太阴镜，这就是太阴。这不是太阴。我大侄子都说了，太阳晒得到的地方是阳，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是阴。你看你自己胳膊肘都晒黑了，所以这不可能是太阴。你上课的时候不是在睡觉吗？我那叫入神。还高材生呢，我也是死记硬背。
哎，别碰，别碰！行，你不碰。所以这就是你的胖丁啊？这个是我学习经络和穴位的小皮人儿，还胖丁呢。这个准备好了。我瑞贝卡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。不愧是你，9万万。这是我学习的工具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你自己可以在网上买。太小气了，自己买就自己买。这怎么搜啊？橡皮麻了，还是橡胶来了？然后这种虚的图画，对不起。你今天过分了，起来，起来哟！你是嫌我说你儿子说重了是吗？你看你儿子那个样儿，啊，人家没事儿了。你今天要不是头头，要不是我们俩在这儿，那个孩子估计就没有了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吧，情有可原。你想，儿子才刚刚拿到行医执照，他又不是在职在岗的正式医生，这不是在超市偶遇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？再说了，那彭时燕也在。彭时燕学西医的，分科医生，学儿科的，不知道有情可原。中医祖传富有啊，不知道，不应该。你儿子说的对，我们不应该逼他学中医。这小子就不是这块料。哎，你自己没有犯过错的，你忘了陈福师傅的事了？我们做医生的，就是伴随着病人的生死在成长。这话说得很残酷，但它是事实。儿子今年才26岁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杀人这个词真的有点毒，你就不怕毁了他行医的这个信心啊？信心，有这个心那个心，都是玻璃心。你疼你儿子，外公外婆疼他，亲戚朋友疼他，他犯了任何错误，你们大家都给他擦屁股，就为了他那点儿自尊心呐！在病人的生死面前，任何心一文不值。哎，你平时根本都不管他，就知道有了事情骂他，那凭什么叫咱们爸妈呀？那做父母的不得为儿女有所担当吗？孙头头没有父母，谁给他担当？担当永远是自己为自己担当。过来练字。我不写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呢？那边骂完儿子，这边就能气力神闲的写字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么多年不精进，就是被你给气。气完了以后，我还得自己消化，慢慢的消化。歪理？什么歪理？还没磨墨呢。天真，你爸熊你了吧？这事不能全怪你，我们也有责任。我们西医有个不好，那夸克如隔行。我确实对妇科没有什么敏感度。这么说起来，你们中医比我们西医要强多了，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各种病都要熟，简直就是神仙。你爸妈不愧是大神级的人物。
我一开始是怀疑的啊，就是我应该让那女孩坚持去医院再看一下，都怪头头捣乱。再说了，那女孩看起来她挺老实。谁有香蕉完了？那娃娃的事改天说。看看要吃点什么，明天的菜单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啊！那女孩死了！呸！乌鸦嘴，救回来了。吓我一大跳！那干嘛这样啊？那姑娘一侧的输卵管被切除了。人有几根输卵管？俩。那不还剩一个吗？这有什么呀？哎，他到底是什么病啊？我看大侄子跟侄媳妇可紧张了。宫外孕。宫外孕？城市黄昏，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。夕阳里的我们，这场青春越是在慢慢变得完整，思念在发生。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，我却心却认。